2025年2月15日中午12点，我现在位于土耳其著名的古城伊夫所，英语名字是 Ephesus。这里是这个景点著名的地标建筑图书馆。伊夫所这个城市呢，分为两个部分。这个遗迹的部分属于是罗马城区，然后现在人们生活的那个城区呢，属于是希腊城区。这个城市呢，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，慢慢的被废弃掉的。正好这个城市建的这个位置呢，属于是一个河流的入海口。由于沉积，导致城市的港口就慢慢的就淤塞了，不能用了。然后人们就把这个城市就废弃掉了。伊夫所这个城市呢，在土耳其的塞尔柱市。塞尔柱呢，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就是叫塞尔柱帝国，它是土耳其的一个很著名的历史时期。今天早上吃完早饭以后，我的第一站是到了伊夫所的博物馆。在博物馆里边大概是观看展品，大概在里边花费了有2个多小时。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城市，也看了伊夫所古城的一些介绍。但是来到现场以后，就发现，场地特别大，然后也分不清楚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。这次在伊夫所这边呢，参观古城，有一个深的感触，就是，古代人的生活条件可能是比现代人要差一些，但是古代人的精神力量，我觉得是比现代的人要强很多。就像这么伟大的一个遗迹，这么巨大的一个城市，古代人不管是任何一个参与建设的工人，或者是奴隶，或者是公民，在人类的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一点痕迹。反观我们现代人，可能活60-70岁，就在人类的这个记录里边，也就是一个螺丝钉，可能是写了一串代码，也可能是设计来一台机器，或者是救治了若干个病人。但是呢，从长远的这个时间来看，似乎在人类的这个历史进程中，影响是微乎其微。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也特别多，像手机啊、电脑啊、平板啊，然后上边的一些消遣类的信息，包括各种各样的广告也特别多。所以就导致我们现代人整天是沉迷在了这个观看别人的这个，就观看一些视频的这个过程中，反而是对自身精神的这个发展很忽视。古代人可能这一辈子时间也不长，但是古代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纽带比现代人要强很多。今天在博物馆也看到了很多的雕像，比如说像荷马、像柏拉图、像苏格拉底，有的是半身像，有的是完整的。当然在伊夫所的这个历史记录中，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有名的一些罗马帝国的皇帝的雕像。反观我们现代人自认为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什么信息都能接触到，反而是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淹没，从而迷失了自我。平均的寿命，人类平均的寿命可能也就60-70岁，
有些人呢就一晃就过去了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反而这个古城却矗立在这里，从公元前几百年到现在，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了。这个是厕所，记得以前看视频，这个厕所里边方便完之后擦屁股用的是木棍或者是竹片。现在正在去往古城的最高处，后边那里是别墅区。如果想要去看别墅区的具体的房间的布置，还要额外增加一个门票。这个是公元2世纪建的房子，地面是马赛克，墙壁上呢有这种绘画。就是感觉古人的这个生活品质还是挺高的，尤其是地面的这个马赛克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是我们大概是50-60年代人们居住的这个生活条件？或者是比当时的这个生活条件还要奢华。这个是马赛克，就特别耗费时间，特别耗费功夫。墙壁上的那个绘画，感觉是有点穿越回了我们的50-60年代的时候。马赛克地砖、马赛克大理石。后
后边这个浮雕就是著名的胜利女神标志。据说这个就是耐克标志的灵感来源。这一片看着虽然像是近代后建的，但是呢，实际上，古代的人呢也是会利用以前留下的一些建筑材料，来翻新自己的房屋或者是建筑。比如说后边的这个砖，还有之前的那个希腊时期或者罗马时期的这个大块的石材。这里看的就比较明显，这个建筑呢看着像是近现代翻新的，但是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啊，人们要搞这个建筑，因为它的原材料也特别难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石块以前肯定不是在这个位置的，然后人们因为要翻新这个建筑，就就地取材，会把一些以前废弃的石材拿过来直接用，所以它就出现在了这里。而且呢，这个字的方向也是颠倒的。当然，旁边的这个墙就时间可能就会离现在更近一些。Ne yapacağımızı biliyorsun. Önce bir selfie. Gel. You can see there's gates on the gate of Hercules. 好了，今天的记录就